2022年开始，大量卡牌游戏如雨后春笋般诞生。One Piece 海贼王也在这个时期推出了自己的卡牌游戏 One Piece Card Game。在这个各种卡牌游戏飞来飞去的时代，OPCG 以简单的规则与高度的竞技性，成功站稳卡牌游戏市场。各种 OPCG 的奖品卡更是以极高的价格，成为收藏家与奖金猎人的新宠儿。其中最高价的当然就是 OPCG 世界大赛的冠军奖品卡。为了荣誉也好，奖品也好，无数玩家梦想成为那个世界冠军，就像是海贼们寻找大秘宝一样。你有冰的吧？不要有些吧。这八飞机的救不了啊。那你怎么快赢了王飞机？啊，这个牌卡，这个不是爸爸打儿子吗？差不多。双节。所以你确定要出波尼了？没有，应该是雷神。超扯，烟雾弹，超扯啊！结果还是要出雷神。没错。毕竟都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讨论完之后感觉还是有很多名歌。没有很多那个什么那个王黑鲁，然后很多王黑鲁的情况底下，其实我的目标只要打王黑鲁，优胜，这是比较高胜率。然后波尼不是也是幽黄黑鲁？可是波尼是有机会输的，雷神是没机会输的。哦。这雷神打到，这也不是没有机会，这那个机会没波尼那么高。这你可能我有问，我有问朱总，因为他是玩王黑鲁，然后我就问啊，如果你玩你玩王黑鲁，你比较不想看到波尼，还是不想看到雷神？他说他比较不想看到雷神，他说看到雷神基本上没什么办法，因为踢过去了，他踢摩利亚过去就快不行。而且我有放了4倍性质，对面不会知道。你看。因为我自己没有，就我这个人没有很喜欢打内战，就我不喜欢大家用同一套牌然后打内战，因为在我眼中，我觉得内战没什么太大的技巧，因为大家构筑一样的情况底下，你的技巧变得很少，这其实就只是看你有没有抽到你想要的卡而已，所以我没有很喜欢打内战。就这一点，从我亚洲赛选牌你也看得出来，就亚洲赛大家都选什么明哥、黑五子、王黑鲁之类的，可是我都出骗人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牌不会有内战，而且打这3套牌都比较好打的。这些世界赛我也是用这个想法，然后我猜世界赛最多也是明哥跟王黑鲁这2个牌是最多的，因为相对稳定。对对，明哥就是相对稳定，然后打什么牌都是5-5开，也没就是不好打的情况底下，你也不会受到很累，就除非打一些很特定的牌子。然后第2就是王黑鲁，王黑鲁就是打明哥是比较有优势，然后打现在主流的环境。什么陆基啊、黑五子啊，都是有机会赢的。然后第3都应该都是真的是陆基了，因为陆基我看就是中国人应该是会使用陆基这个牌子，然后感觉他们应该都不太会换。遇到陆基，反正我2套牌都没有到很好打，我就硬着头皮上吧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最后选择雷神这个牌。还会顺便解那个2岁，你不要解，他不解2岁，你就怪就不能6天打分。1万分。现在是练完牌的吃饭时间。没错，这是我们平常吃饭的地方。你看，这是夜市。那你平常吃什么？等一下吃后面的卤肉饭，今天没开，那只能现在走过去吃拉面。现在每天都开始拜拜啊，去找哪个庙比较灵。因为我今天拿世界冠军，我不一定是技术最好的，可我一定是最晒的，一定是运气最好的。所以就看吧，尽我努力就好了。就是希望自己不要打错了。对，然后现在目标就是希望先进第2天吧。今天是什么行程？今天是夹娃娃的行程，打到这个赞。你吃了吧？吃啊！啊，我还没吃。那要不要从我关键？要不要1万日币？
你今天就算你不是世界赛的选手也好，可是你也希望去参加这个活动，就去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之类的。虽然今天打的牌还是不是09环境，但本来就不会有，但还是可以训练一下一些思考的东西。也许那个环境能思考的东西太少了，就全面你玩一些民歌内战，民歌内战思考的东西比较多。决赛开始前最后一天 ，Marco 决定去参加卡店的比赛。虽然世界赛能使用的卡只到 OP09，但稍微适应一下比赛的氛围，对于选手来说也很重要。他之前亚洲四强有希望，然后 GAO 也是亚洲四强，但第一天 GAO 冠军，然后亚洲赛冠军，他这个人只有第4名跟第1名，没有2、3名。日本时间1点半，这个人还没有 check in 那个万代给他的饭店。现在心情怎么样 ，Marco？ 还不错啊，他到现在还早11点多，你们把我手机时间调到10点多。抽起来是没准。我原本打90会过。91一定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 40我有机会打。假的，假的。就是这边2，我打我2，手上22。还没拿。OPCG 世界大赛分为2个阶段 ，Day One 会先以5轮瑞士制决定8强，随后透过单淘汰决定出冠亚军与祭奠军的对战组合。Day Two 则只有冠亚军与祭奠军的2场对局。由于攸关最后的结果与奖品，这2场对局会以 BO3 的赛制，在官方的直播上决出胜负。起手5，当我看完我都觉得这把应该是稳的。起手卡2大和10倍艾斯5倍辣美加个2000盾，然后我抽牌抽一个，抽牌抽弹头鲁，然后他打第一边是中那个3飞打黑五子用的那个出发，我想说刚好给娜美丢了，然后结果拍娜美丢完之后，他下个回再打头，他有生平嘛，出发娜美就把他炸了。哇，直接打不了。然后他在打头，我不是2片血嘛。我吃第1片，布朗就跳出来抽1张，我是来抽1个，这把赢了。所以全场只有你一个雷神。好像是，还1个还2个。Day One 的比赛其实没有开放观赛，由于后续赛程紧凑，我们也只能在外面等待他的好消息。有点小可惜吧，就差一步就可以进冠亚了，就是可以为台湾跟香港试试看哪个世界冠军吧。第一把我是遇到王黑鲁，对手有一点点小打错，这最后一步斩杀，因为我故意把盾丢到跟没有的，就是丢到0的，我是剩2手，他最后有个7000，他最后选择拼斩的，然后我刚好手牌就是有个0费，我就是看他会不会想斩我。然后他最后选择斩我，因为我挡住了嘛，所以我下个回就换我斩他了。他是1手1血1个盾，我场上有3只怪跟我投，所以我刚好可以有4血把他打死了。然后第2把打明哥有点没什么悬念，因为手牌太好了。那把是遇到红子鲁夫，然后我让他先攻，因为我不希望他4飞可以直接跳到小风，我希望他。反1个我会做事情，他最后5费的时候才拍到小风，然后进8费的时候他再跳一动，再拍了一个9妈，那个位置开始我知道这把有点难打了，然后而且他一直不打我头，所以我的血还是4片，我不敢拍雷银这张卡，因为我怕把这个血消没有了，所以我就继续扑大怪，然后10费的时候他拍红法。然后他拍1个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好还行，我还顶得住。我要先扑大怪，结果他拍第2个，拍第2个的时候，我觉得，这把感觉快输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还是要继续拍艾斯，这是没办法。结果他拍第3个，
那个时候其实我都差不多投降了。然后第4把比较没什么悬念，跟第1把不一样。第4把反而是我从头到尾都是压着打的，所以都没有太大什么可以讲的地方。其实我自己是有预期会遇到兹鲁夫这个牌，因为这个牌其实在 OP09 这个环境没有到很差，它其实是还不错的选择。只是我个人觉得大家都来到这边，应该不希望是靠赛，因为那个牌其实卡一把或卡一个节奏就会输，就会很痛苦。我今天打到的兹鲁夫，他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才成功把他打掉，然后我才会进8强。觉得就运气怎么那么背？怎么又打兹鲁夫，而且是同一个人？你这心情就这样，想说算了，都能赢第1次，应该也有机会赢第2次吧，就去试试看了。后来有一个回合，我剩2片血，他场上有3只怪1个头，那个回合就是最关键的回合，因为我场上有一只怪是艾斯，他有一个是小冯 Mr. Two， 所以他会复制我1万攻击力，然后他第1拳7000打。如果我这个人先挡了，他的 Mr. Two 就会去解我的艾斯，所以我知道这样子我就不会赢，这怎么打都不会赢，所以我那边只能拼出发，就看一下我的出发大概什么可以救我。然后我大概想了大概30秒左右，我都没有在想，我中，然后真的被我拼到，就中了单头颅，然后可以把他的 Mr. Two 炸掉，然后这把基本上都回到我手里，后面就是靠10艾斯2只，然后把他头冲破了。会玩的路基其实是真的不太会输雷神，因为你只要知道怎么去赢，基本上是有个公式在的，你只要知道基本上都会赢定。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这把有点难打了。然后我手牌还要是很差那种，所以我就知道，看来我今天就是4强止步。然后我还是很努力去找赢的方法。然后对面有一个回合，他只有一张手牌。然后场面快被我解完，我快打回来的时候，他右手抽牌，他抽到摩利亚了。当他拍摩利亚那一秒，我知道这把去了，这把基本上不会赢。对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我选择的牌就是会被路奇克，那也是没办法。然后直到明天第3、第4名的决定战，我也是打路奇，我就觉得有点难受。那个不是拿第1就拿第4嘛，这是我平常的成绩。虽然已无缘本届冠军，但世界大赛只有前3名有奖品。接下来的比赛仍然非常重要。スタートです。さあまずマルコ選手は動きなし。Marco 在这个对局取胜的策略是，初期透过不攻击对手的血区，让对手无法获得额外资源；中期打出高费用的角色，等待对手将资源耗尽；后期再用复数高费的角色来结束游戏。先攻7费的回合 ，Marco 先打出轻质，将对方的布鲁克放到血区最下面。这边 Joshua 选手打出第1张魔力亚。复活贝鲁梅博跟布鲁克，将弹头岛鲁夫 KO。さあそして8片栗着地。いやいい。先ほど出た連打のモリアを今度はライフの下に送り込みました。Marco 再打出1张青字。今ライフ何枚ですかこれ？8枚？因为时间压力其实在 Marco 这边，于是 Marco 在场面稍微有优势的时候，选择开始进攻对方的血区。这时候 Marco 成功把对手的血量跟手牌都消耗完了，但因为场面开始劣势，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。手札0で守ったのに対してまた手札0で。Marco 在这边打了一下15000，开始抢血。这时 Joshua 选手血区先归0，只要再被打到1下就输了。轮到 Joshua 选手进攻的回合，就看 Marco 在这边能不能顶住。没想到这边触发一个娜美，把路基 KO。これマジわからんの？あと1枚。ドローもつく。因为艾尼尔的效果 ，Marco 还有1片血存活的机会。もうワンチャンスある。祈る、マルコ選手祈る。8000は
8000だったら守れる。8000は守った。8000。结果 Joshua 选手右手进了一张阻挡者，如此一来 Marco 就还要顶过一个回合才会赢。15000はサボが守る。そしてターンはカイル。まあ見ていきましょう。7000。さあまずトリガー必須。トリガーはお前がつけろ。Oh my god！ わからない。因为艾尼尔跟零费事件的效果 ，Marco 的血量又回到2片。接下来只要任何一张血是可以阻挡攻击的 ，Marco 就可以逆转获胜。ここは何があるか。フランプだ。可惜最后一张也不是赔机，第一局就由 Joshua 选手惊险拿下，也算是让 Joshua 选手吓出了一身冷汗。まず1戦目ものにしたのはオランダジョシュアズ・ブースターズ選手となりました。さあ魂2試合目です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さあブースターズ選手は勝てば。第2局开局的时候，因为 Marco 的手牌不好，决定打出弗兰佩找关键卡片，没想到马上被他找到一张卡塔库利以及大和。8片栗からの9大正解。游戏中期双方同样有来有往，因为 Joshua 选手想要将资源留给后续的角色，这边他选择用战斗来清理比较小的台面。接着 Marco 打出10费艾斯 ，Joshua 选手也打出冰河时代加摩利亚的 combo 应对。同时 Marco 也打出卡塔库利来应对摩利亚，并打出第1张大和，继续施加台面压力。ヤマトを持っていますという答え。いやー、ここスト取れる。ライフが1枚増えました。这时发现对手解不掉第1张大和，表示对手的资源可能已经耗尽，于是打出第2张以及第3张的大和，将台面的资源差距拉开。3枚目。在台面非常有优势的情况下 ，Marco 也选择开始进攻。ヤマトアタック。さらにはい来ました。アタックまたライフ増やしませんでした。まず6000リーダーから受ける。最后在赔机的触发效果下，第2局由 Marco 选手扳回一城。これにて第2試合終了。めっちゃいい試合ですよね。すごいよこれ。世界の3位どっちだ。さあまずは先行マルコ選手動きなし。はい。第3局 Marco 的手牌也非常的差，前期只能想办法下一些角色来逼对手解。そして8片栗でモリアに返す。游戏中期双方做了一些交换 ，Marco 也成功将3张 Joshua 选手的摩利亚踢到血区，但时间已经剩下3分多钟，因为比赛规则的关系，时间到的时候会以血量多的一方获得胜利。以 Marco 目前的血量，几乎已经确定无法获胜。これがマルコ選手にとってはラストターン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。ただここは15000でジャックへのアタック最後まで見ましょう。ここでアクシデントジャックです。ジャックしました。世界3位はオランダエリアからジョシュアズ・ブースターズ選手となりました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对，我有算，但是最后他投篮我没有算出来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算，他们4个里面改1个上步，这才是4个里面改1个上步嘛，他们封2个上步。博文这次比较可惜，就4强就败北。其实一路上，就从亚洲赛我跟他一起去比亚洲赛，然后他拿到亚洲冠军，到世界赛。其实亚洲赛是打 OP10啊，因为世界赛要配合欧美环境的关系，所以打 OP9。其实 OP9这个环境相对于我们而言是比较陌生的，因为我跟博文都在 OP8的那个环境，我们就拿到了亚洲赛的代表，所以 OP09我们相对的练牌上面是比较松散。所以其实，在选牌方面的话，当时的环境来看，应该是黄黑鲁跟明哥会是大宗啦。博文其实一开始是有波尼跟雷神在考虑，只是09的波尼是比较难以明哥啦。那后面他考虑了半天，他后面去选择就是出雷神的部分，因为雷神打黄黑鲁
打明哥是非常好打，要打黄黑鲁的话，雷神应该是小优一点，要看对方会不会打。如果对方不会打的话，是大优。那不过其实出这个牌风险也很大，就像大家看到一样，这个牌组它的劣势对局是几乎不会很难获胜，像是遇到子鲁夫、陆基，对，主要是这2套啦。那其实都很难获胜。那其实博文他进8强之后，先遇到子鲁夫，我就觉得他应该很难赢了。不过他就是获胜之后。4强跟3、4名都遇到陆基，那其实真的没有办法。不过，因为他在预赛的时候有遇到2个黄黑鲁跟1个明哥，也算是有打到他就是针对的主流啦。对，就这一次可惜了，下次一起加油啊！还好我心情蛮平静的，因为感觉输了就输了，也没办法，就代表还没到我赢啊！我有实力打到这，就代表我下一年还会有实力再回来一次。